请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条长达4万公里纯钢铁打造的巨型圆环就悬停在你头顶上空80公里的地方，静止不动。但懂点物理的人看到这一幕真的会头皮发麻，因为在轨道力学里，静止基本就等于死亡。正常情况下，一个东西在近地轨道必须每小时接近3万公里地狂奔才不会掉下来，只要它一停，它那几千万吨级别的钢铁质量就会被重力一把拽下去，最后砸成一场史诗级的陨石雨，把赤道沿线直接锤成废墟。但离谱就离谱在这儿，这个环它偏偏就是不掉下来。那到底是牛顿不管用了，还是外星魔法介入了？都不是，它其实是人类工程学史上最疯狂的一次卡 bug， 甚至可以说，只要它建成，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重型火箭马上就会变成一堆废铁。因为从这一刻开始，上太空不再靠燃烧，而是靠一种更狠的办法。要看懂这个劈开天空的巨环，我们得先撕开一个残酷的真相。人类过去60年的太空探索，说白了，基本都在用一种又蠢又贵的原始暴力。你仔细想想，假设你花100个亿造了一艘全世界最顶级的豪华游轮，结果呢，你只让它横跨一次大西洋，刚一靠岸，你就点把火把它烧成灰，你会不会觉得这人疯了？别笑，我们每天吹上天的火箭发射，很多时候就是这种逻辑。我们造出几十层楼高的铝合金塔，灌进去几百万美元的易燃燃料，然后点火，制造一场受控的灾难，就为了把那么一点点有效载荷硬生生推上去。那我们为什么只能这么干？因为全人类都被一个东西掐着脖子，它叫齐奥尔科夫斯基火箭方程。这个方程像个变态的传销，你要把1公斤东西送上天，你先得带一大堆燃料，可问题是，为了把这堆燃料送上去，你又得带更多燃料去推它，于是越带越多，越带越重，最后就变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结果就是一枚巨火箭90%以上的重量都是会爆炸的液体，真正能送进太空的设备占比小得可怜，所以过去60年去太空的门票才会贵得离谱，宇宙的大门也就一直被锁着，只留给极少数的亿万富翁和极其幸运的宇航员。你可能会说，那我们别玩火箭了，直接上太空电梯行不行？拉一根绳子直通太空，坐电梯上去，听起来很爽，但我把话放这儿，指望传统太空电梯基本就是做梦，因为同步轨道离地面36000公里，一根36000公里长的缆绳，哪怕你用人类能想到的最强材料，比如碳纳米管，它也很可能会被自身重量硬生生扯断。也就是说，这方案不是工程上难一点，而是材料学上差一个级别，它等的可能是一种宇宙里都未必存在的材料，所以它更像一个被搁置的废案。那难道我们就只能永远被困在地球这个泥潭里？也不是，因为在物理学最阴暗的角落里，其实早就藏着一个作弊码。更反直觉的是，它不需要未来黑科技材料，用现成的钢筋、铝合金就能开工。这个东西就叫轨道环。我们再把镜头拉回那条4万公里的钢铁光环，它绕着地球赤道，离地只有80公里，刚刚擦到太空边缘。可问题是，在这个高度，大气是稀薄了，但重力一点都不弱。所以按常识推断，这么庞大的钢铁结构重到离谱，又没有任何支撑，它凭什么不掉下来？你在80公里高空松开一块砖，它都得砸下来，那这条环凭什么例外？重力就像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每分每秒都在往下拽它。也正因为这样，你去问传统建筑工程师，他多半会说这不可能，因为传统建筑的逻辑是靠材料的抗压强度去死扛重力，金字塔也好，摩天大楼也好，下面硬就能顶住上面。但轨道环不一样，它是4万公里长的悬空结构，这种尺度上，哪怕材料再强也扛不住那种应力。你要是用建房子的思维去建它，它甚至撑不到完工，那一秒就会像饼干一样碎成无数段，然后带着毁灭性的动能砸向地表。所以真正的关键不是材料更硬，而是思路要换。我们必须跨过一座认知的桥，别把建筑当成死石头，要把它当成活喷泉。也就是说，它不是靠静态强度站住的，而是靠动态的力量拖住的。于是轨道环赖以生存的核心机制就出来了，它叫主动支撑。主动支撑到底是什么？先别上公式，我们直接用一个你肯定见过的画面来理解。你家院子里扔着一根软塌塌的消防水管，没通水的时候你随便踩随便折，它就是一坨软的，但一旦你拧开消防栓，把水压拉满，高压水流轰地冲进去，这根软管会立刻变得像铁棍一样硬，甚至还会在地上疯狂扭动，拼命把自己绷直，你用力按都按不住。那它为什么突然硬了？因为高速运动的水流有巨大的动量，它在转弯的时候会产生强烈的推力，反过来把外壳撑起来。轨道环
其实就是这根被通了高压水的水管。如果我们把这条4万公里的巨环切开看横截面，你会发现它根本不是实心钢铁，它内部是一条贯穿全长的真空管道。更离谱的是，在这条真空管道中央悬浮着它真正的灵魂，那就是转子。这根转子可以是一条连续的巨型线缆，也可以是无数磁性金属块组成的洪流。它没有物理接触，完全靠电磁悬浮在真空管正中央。然后最反直觉的点来了，外面的壳子也就是定子是相对地面静止的，但里面这根转子却在以恐怖的速度狂飙，它的速度可以远超音速，甚至超过第一宇宙速度，达到每秒10到12公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股钢铁洪流因为转得太快，产生了巨大的离心效应，它会拼命往外甩，像一头暴怒的野兽，想挣脱地球引力，想把自己撑成更大的环。但外壳把它死死包住了，外壳靠电磁悬浮技术产生强磁场，向内压住狂飙的转子，于是就变成了一个硬对抗，转子往外顶，外壳往内压。奇迹就在这里发生，外壳本来会被重力往下拉，但内部转子产生的动态向上顶的作用会把外壳往上拖。工程师只要精准调节转子的速度，就能让向上的托举和向下的重力刚好抵消。结果就是一条几千万吨级别的钢铁巨环，不用一根柱子就这么悬浮在天上。它不是靠材料硬撑的，它是靠里面那股疯狂流动的动能生生拖起来。也就是说，它看起来静止，但它内部一直在狂奔。你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其实更颠覆的还在后面。既然我们不需要太空电梯那种逆天材料，只用高强度钢和铝合金就能造外壳，那我们到底怎么上去？答案很简单，扔下缆绳。但这里有个超级反直觉的拐点，这些缆绳不是用来支撑轨道环的，恰恰相反，它们是用来把轨道环拴在地球上的。因为转子转得太快，系统产生的向上拖的效果甚至可能大于它自身的重力。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缆绳拉着，这个环反而会往更高处飘。所以这些从天上垂下来的缆绳会一直绷紧在拉伸状态。也正因为这样，结构反而更稳定，像放风筝一样，线绷得越紧越稳。于是上太空的方式直接降维打击，我们不需要坐在装满炸药的火箭顶端赌命了。未来某天早晨，你像上班一样出门，只不过目的地不是写字楼，而是赤道上的轨道环换乘站。你走进一个加压客舱，它看起来就像一节高铁车厢，车厢外的机械抓手扣住缆绳，电机启动，你开始沿着缆绳平稳爬升，没有震耳欲聋的音爆，没有把你压到内脏移位的恐怖过载，也不用穿那身笨重的宇航服。你坐在座椅上喝咖啡，看着窗外蓝天慢慢变成深靛蓝，最后变成宇宙的黑。大概半小时左右，门一开，你已经站在离地80公里的太空前哨站。更狠的是成本，因为你不再需要带化学燃料去对抗重力，你只是用电能慢慢爬上去，所以把你送上太空的价格有可能从几百万美元暴跌到一张跨洋机票的水平。但这还不是最炸裂的，人和货到了环上之后，怎么去火星，怎么去深空？今天你得再点火箭，可在轨道环上，我们直接玩宇宙级动量白嫖。发射飞船的时候，你不需要给它装一滴燃料，飞船趴在环上的磁悬浮轨道上，然后系统用磁场让飞船和内部那根每秒12公里狂飙的转子瞬间耦合。也就是说，你相当于抓住了一列正在狂奔的高铁扶手，飞船直接偷走转子的一小部分动能，然后像被超级弹弓甩出去一样，直奔火星、木星，甚至太阳系边缘。那转子被偷了，能量会不会慢下来？会的，但只是慢一点点。于是我们再把地面的电力顺着缆绳送上去，把转子重新加速就行。结果就是我们把燃烧这种粗暴玩法扔掉了，把太空探索变成一场安静的电磁舞蹈。听到这儿，你可能已经开始脑补人类统治银河系了。但先别兴奋，物理学从来不发慈悲，因为这东西越强，背后的代价就越吓人。轨道环不是一座死桥，它更像一只用电力呼吸的活体凶兽，它能悬浮，全靠高速转子和持续稳定的磁场。那最恐怖的问题就来了，如果停电了呢？如果磁场失效了呢？一旦失控，里面那根远超音速狂飙的金属洪流就会失去束缚，直接撞上静止的外壳。这不是车祸，这是几十到上百公里每秒级别的灾难。巨大的动能会在极短时间内转化成热量，外壳会被加热到接近气化，几万公里的钢铁结构可能会瞬间碎裂熔，变成炽热的碎片，雨沿着赤道砸下去，把沿线城市直接抹平。这就是悬在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所以要造它安全冗余，必须变态级，不能只有一根转子，可能要几十根互相独立的转子，不能靠单一电网，必须是全球级别的超级能源网络，
甚至要做到极端情况下也不断电。更进一步，还得有一套失电后依然能维持稳定的被动安全机制，哪怕撑住，短时间都能救命。更要命的是，它横跨赤道，穿过无数国家领空，只要还有战争，只要人类还在为了地盘和资源互相算计，这种需要全球信任和协作的工程就永远只是一张图纸。所以它不仅在考验工程极限，也在拷问文明的成熟度。但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呢？如果人类真的把偏见放一边，把枷锁做成通往星辰的阶梯呢？那一刻，宇航员这个词可能都会慢慢消失，因为进太空会像坐地铁一样稀松平常，成本断崖式下跌，改变的也不只是票价，而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结构。有了轨道环，我们就能把很多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工业搬离地面，直接搬到太空的真空里去。因为太空没有空气阻力，没有天气干扰，也没有日夜遮挡，你可以铺设巨型太阳能阵列，全天候吃满太阳输出，再把能量用微波精准送回地球，地球就能慢慢退回成一个更适合居住、繁衍、享受自然的花园，而轨道空间则变成轰鸣不息的宇宙锻造场。同时，轨道环还可能变成地球最恐怖的交通工具——真空管道里的磁悬浮列车。理论上能把你在几十分钟内送到地球另一端，距离感会被直接抹掉，地图会被重新定义。但哪怕这样，也只是开始，因为轨道环不是终点，它更像一个巨大的太空母港。我们未来的深空飞船不再需要扛大气层的摩擦，不再需要扛发射时的剧烈震动，于是造船逻辑会彻底改变。真正的星际飞船会像科幻片一样，在太空里一块一块拼出来，可以大到像城市，造型千奇百怪，然后从轨道环的船坞里无声滑入深空。几百万年来，我们的脚一直被重力按在泥土里，我们自以为是地球的主人，但很多时候我们更像偶尔能跳起来看一眼的行星囚徒。而轨道环给的答案很狠，对抗重力的终极方法不是用火焰去硬刚它，而是用智慧去驯服它。等我们真的把这座桥架起来，人类就不再是偶尔探索太空的地球物种，而是正式迈进那一步，成为一个拥有星际出入口的文明。如果有一天去太空的票价真的只是一顿海底捞的钱，你第一套星际房产，你会选月球还是火星？你把理由写在评论区，我们一起讨论。